搞霸权主义搞习惯了的美国又在动歪脑筋，意图用先进的 F-35隐身战机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再出一计。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作为中东相对来说比较富有的国家，阿联酋在军队的建设方面可谓是倾尽全力，仅在2020年的军费就高达200多亿美元，光是最先进的西方主战坦克就购买了400多辆，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土豪。空军方面则是阿联酋武装力量的重中之重，截止目前，阿联酋空军拥有飞机550多架，其中战斗机拥有140多架，大部分以先进的美制 F-16 Block 60战斗机为主。但是阿联酋空军并不满足止步于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外售最先进的武器 F-35 隐形战斗机。根据美媒的说法，阿联酋采购 F-35 战斗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种战斗机充满了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而且还可以让阿空军大大领先周边其他国家空军数十年。这款先进战机对于阿空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的报道，从川普离任到拜登上任的这几个月来，美方一直在阿联酋购买 F-35一事上逼迫阿联酋做出政治选择。早在川普离任前几个小时，就已经通过了对阿联酋的 F-35战机出售法案。但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马上翻脸不认人，并把这份法案暂扣，并且明确要求阿联酋必须同意和美国一并打压中国的企业华为，还得停止一切与华为公司签订的5G条约，不然出售 F-35战机无从谈及。此消息被爆出后，阿方至今都没有对这条消息表示明确回应。但是美国国务卿副助理表示，美方已经向阿联酋说明了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言外之意就是针对华为。有外国记者专门就这一问题采访了阿联酋军方相关人士，受访的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阿联酋方面知道美国铁了心拿军售要挟阿联酋与中国华为切断合作关系，但是阿联酋不可能这么干，因此阿联酋领导阶层不打算通过拜登方面购买 F-35战机，而是开辟第二战场，让国防公司和游说客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工作，上下活动，先过国会这关，然后再以此向拜登施压，借此达到购买 F-35的目的。阿联酋向美国采购的这批军火能否顺利交付，目前来看确实是困难重重。根据目前的信息来看，阿联酋耗费230亿美元巨资，采购的50架 F-35和18架捕食者无人机，现在仍被美国扣押。这笔大单美国不可能白白放过，但是美国首要的目标就是把阿联酋拉到中国的对立面，帮着美国一起打压中国企业，这对于阿联酋来讲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阿联酋方面很显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不愿意在美国的威压之下无端的破坏中阿关系和打压中国企业。不过仍旧不排除狗急跳墙的美国把阿联酋的预付款扣押，并停止交付 F-35战斗机。这种黑吃黑的操作，美国显然已经轻车熟路了。之前针对土耳其就用过这个方法，逼得土耳其最后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美方声称的阿联酋与中国合作将会威胁到出口 F-35战斗机的系统安全，这条理由一听就是一个幌子。首先，中国的华为公司不管是什么 4G、5G 也好，一个民用科技公司下属的商用业务，根本和军事根本不沾一点边。而且 F-35使用的 Link 16数据链更是独立的军事通信系统，和华为没有半毛钱关系。因此，这只不过是美国为了打压遏制中国企业炮制的一个荒谬无比的理由罢了。拿政治施压作为军售的砝码，美国这不是第一次干了。只能说，面对如今的中国，美国这是把路走窄了。俄方针对此消息迅速向阿联酋抛出了橄榄枝。俄罗斯早在5年前就与阿联酋建立了合作公司，共同研制隐形战机，而且俄罗斯此次还把新式的苏75隐身战机带到迪拜参展。从理论上说，这些飞机都是美国 F-35的潜在对手。在这里，虎妞得说一句，能卖隐身战机的当然还有中国。中国和阿联酋的双边关系相对较好，武器也有不少成功出口阿联酋的例子。而中国方面也有性能与美国 F-35战机不相上下的飞机，那就是 FC-31的 3.0 成熟版本。
在歼35已经成功试飞的当下，一些基于 FC31发展得来的技术早已成熟，进行高低选配后用在 FC31身上没有丝毫问题。只要有买家相中， FC31随时可用作出口。歼35一朝首飞，相当于是给 FC31 3.0 做足了广告。中国海军的歼35未来将搭载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上。歼35作为目前世界上第2款隐形舰载机，无论是在雷达航电还是火控系统，都能与美国 F35匹敌。更重要的是，歼35的后发优势要优于 F35， 是2021年才刚刚首飞的新机，而且中国武器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因此可被视作歼35降级选配版的 FC31 3.0， 必然会是 F35的有力竞争对手。这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再继续作死下去，拿 F35做文章，拖着不交货，那么歼35战机的外贸型号或许最终能成功接盘 F35， 抢走美国市场。买中国的隐身战机对于阿联酋来说同样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可以快速提升阿空军的总体实力，并且没有美国那样的政治附加条件，加上阿联酋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可以大批量的进行采购，这对于中阿来说是一个完全的双赢的合作。